家住高层的朋友们或多或少都曾被楼上的异响惊扰过。要是再赶上个自私没素质的邻居，那夜里睡觉简直就是辗转反侧，苦不堪言。我曾经居住在北京双井的一栋老楼里，那楼建筑结构老旧破败的有30年了，但街坊邻里都是彼此知根知底的老相识。打从我小时候记事起，楼上就住着一个寡居的孤老太太，皮肤挺白，齐耳短发，矮墩墩，很有些其貌不扬。孤老太太平日里寡言少语，最让我印象深刻的是，当她看人时，眼珠上总蒙着一层白雾状的翳，而且目光没有焦点。也就是说，当她看定你时候，你总感觉她是在看你向身后某一个不确定的点，因而觉得有种难以言喻的不自在。我印象中，孤老太太一直自己生活，无儿无女，老伴早亡，晚景非常凄凉。不成想我念大学时，这孤老太太居然也又见夕阳红地整出了一桩震惊全楼的花事儿。上岁数的人都有晨起遛弯的习惯，孤老太太经常和我们楼里一个老爷子一起散步，估计开始也就是偶遇，一块信步走着，有一搭没一搭的聊些家常。后来时间长了，不知不觉一来二去的就心相约了，直到被楼里其他街坊看到他们散步时手挽着手，别提多亲热了，终于东窗事发。老爷子的老婆伶俐强势，叫来一众儿女对老爷子进行狂轰滥炸式批评教育，逼他划清界限，回归家庭。可老爷子兴许被老婆压制太久，爆发逆反了，这时候想到的竟全是孤老太太的辛酸与不易。老婆越逼他越不忍，终于心里的弦崩了，老爷子破釜沉舟提出离婚，不过了。这个决定无异于火上浇油，老爷子的老婆把满腔怒火投注到了孤老太太身上。于是有一天早晨，当孤老太太又按老时间在楼下徘徊守候老头子时，被老头的老婆带着2个儿子给揍了一顿。孤老太太的大胯骨折了，她从此卧床再也下不了地了。我每天夜里听到异响，就是从孤老太太卧床不起开始。每天深夜，我都会被楼上拖曳大件家具的嘈杂声吵醒。夜深人静，就隔了一层天花板，挪动家具伴随着脚步声，听起来格外触目惊心。我起初还不在意，但天天如此就显得很诡异了。楼上就是一个失能在床的孤老太太，哪来的精神跟力气大半夜的推拉家具啊？当又一次被吵醒时，楼主看了下时间，凌晨2点半左右。后来我开始侧面打听孤老太太的情况，她摔伤卧床后，只有一个保姆照顾饮食起居。在楼下碰见保姆时，我也打听过他们有没有在夜间支床挪家具什么的，结果保姆断然否认说不可能，照顾老太太一天很累的，基本上脑袋沾枕头就睡着了。无奈我只能夜复一夜，在凌晨2点半左右醒来，惶恐不安地听着楼上拖动家具的声音被夜色放大到无限，越听心里越瘆得慌，见或还有硬物撞击板壁的声音，始终没听到过有人说话。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孤老太太去世，从她卧床起，楼里的人们基本上就没再见过她了。有一天傍晚，大伙看到救护车来拉遗体，我们才知道孤老太太去世。让我感到毛骨悚然的是，当天夜间我居然没有听到拉家具的杂音，一觉睡到天亮，并且从此以后再没有在凌晨2点半听到那些奇奇怪怪的声音。算起来，从那时到现在得有5、6年了，我一直也没搞清楚到底是谁制造了那些午夜杂音。听说年纪很大或者濒死的人们会灵魂出窍，我于是大胆猜测，会不会是孤老太太的魂魄苦于相思，不甘寂寞，趁着夜深人静想要冲出去看一看心心念念的老头子，却终被困于世俗冷漠的藩篱而不得所愿吧。孤老太太去世后，我又零星见过几次老头子，由于之前得过一次脑梗，他进出都有老婆跟着，亦或更多是为了监视吧。